今天给老铁们介绍这部2025最新恐怖片《古镇》。阿霞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似的，竟然死死拖住艾琳，而义警就把罗斯打倒，然后就把他丢进浴盆里。此时的罗斯已经处于昏迷状态，义警看见台子上的那些瓶瓶罐罐，竟然从中找出一个装满蠕虫的玻璃瓶，然后把里面的虫子倒进浴盆里。艾琳拼命救出了罗斯，阿霞见状撒腿就跑。此时的罗斯感觉到自己已经被蠕虫入侵了，浑身乏力。那么这座城市到底发生什么骇人听闻的事情？且听金彩彩娓娓道来。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美国俄亥俄州的某个城市的市长老卡觉得浑身皮肤发痒、燥热，眼睛也突突的跳动，每次打开手机或者观看电视就会血压飙升、胸口疼痛，所以他就去医院检查一下，医生却在他的眼睛里发现一些细长条的虫子。Whoa. What? Talk to me, Doc. What do you see? 没错，整个城市已经被一种寄生蠕虫入侵了。老卡作为宿主，最终还是活了下来，整个脸部已经变得极其的扭曲，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他每天晚上都要发表广播讲话，向居民表达自己的理念。这座城市的人们都属于基督教的阿米什派别，这个派别极其的传统和保守。举个例子，他们不看电视，不用互联网，手机使用也受到严格限制。现在这里的人们只能晚上才能出来溜达，因为凡是那些被蠕虫寄生的人非常害怕阳光，只要处于阳光之下，几分钟之后身体内的蠕虫就会从身体里钻出来，宿主就会暴毙而亡。晚上这里唯一的娱乐方式就是去酒吧喝酒，老板名叫玛丽。这里当然也有义警在维持公共秩序，酒吧里没有吃完的食物，到了凌晨就会倾倒。到了第二天太阳出生的时候，还没有回家的年轻人就得3步并作2步往家里跑。到了白天，整个城市就犹如一座死城。玛丽在太阳升起之前回到家中，然而他发现儿子小帅还没有回来，他开始有些担心了。他所不知道的是，小帅由于晚上太过于贪玩，没有算好时间，所以至今还在街道上的屋檐下躲避着太阳。当他离家最后几米时，就想快跑几步冲回家，可是他太低估自己身体内的蠕虫。他爬在街道的中央，口吐鲜血，而他的2个玩伴就没有事情发生。玛丽思子心切，想冲出门救儿子，被太阳一晒，瞬间倾斜，于是又缩了回来。现在只能在玻璃窗前眼睁睁地看着儿子被爆骨。只见大量的蠕虫从小帅的嘴巴钻了出来，很快小帅一动不动了。另一边，艾琳从他们所在住所偷偷溜出来，这里还住了2位女孩，鼻子有环的名叫罗斯，而另一位叫阿夏。这3位女孩非常幸运，从没有被蠕虫感染，所以独居在郊外。艾琳这次出去是为寻找物资和食物。不久，她来到玛丽的酒吧，她在垃圾桶里找到几个小时前倾倒的食物，她拿起闻了闻，还好能吃。接着她看见路中间小帅的尸体，她好奇地走过去看看，地上到处都是血迹和蠕虫，可以确定那都是蠕虫爆果导致的。她有点紧张，但又有点开心，因为她的闺蜜罗斯一直在研究这些蠕虫，正好她可以拿几条蠕虫回去当样本。接着她拿出手机拍一些蠕虫的照片，好回去给罗斯看看。Sorry, kid. Okay. So you are seeing inside the chest cavity here. 他还在小帅身体内部找到一条碗口粗细的母虫，他就想着把这些拍下来给罗斯看，然而他的举动却被时不时看一眼儿子的玛丽发觉。这下反倒是艾琳麻烦了，她脸上沾满了小帅身体里的血液，极大的可能性会被蠕虫感染和入侵到身体内部，这些她当然第一时间意识到，所以跑起来也是慌慌张张的。一回到老巢就赶紧脱衣服冲洗。罗斯知道情况危急，就上去帮忙，不但要用消毒水擦拭艾琳的皮肤，还要在艾琳的身上寻找蠕虫侵入的洞口。最后在罗斯在艾琳的背部靠近屁股的位置拔出一条蠕虫。
Please just shut up! Shut up! 5, 4, 3. Ah! Fuck! You always go on 3! Stop moving! Stop! Stop! 罗斯真是好样的，救了闺蜜一命。到了傍晚，阿霞对艾琳的身体状况毫不在意，她只担心这种情况会持续多久。她憋在屋里实在是很难受，她就想出去溜达一圈。艾琳就提醒阿霞要提防那些晚上出来玩的人，他们身上都是有蠕虫寄生的。阿霞气呼呼的走了，看到她的身影，让我觉得仿佛是那些青春期的黄毛再现。不久，阿霞来到外面街道瞎逛，恰巧义警开车路过，于是就把阿霞拦下。因为玛丽报案说是有平头发的女人弄了她儿子的尸体，阿霞的造型疑似嫌疑人，义警就把阿霞带到玛丽的面前。玛丽看后确认阿霞不是那个摆弄小帅尸体的人，但是她高度怀疑阿霞跟艾琳是一伙的，于是她开始用言语诱导阿霞，比如母爱、食物、睡眠等。因为玛丽看出来阿霞营养不良，这些话深深地打动了阿霞。最后玛丽表示自己愿意为阿霞提供一个家，阿霞的心理防线瞬间失守，自然就把艾琳供了出来。与此同时，艾琳和罗斯正在泡澡，不久阿霞带着义警来到他们的老巢，阿霞打算躲在一旁，义警表示他们不会伤害艾琳的，顺手给了阿霞一个桃子吃。阿霞立马咬了一口，她已经很长时间没吃过水果了。义警轻声告诉阿霞，她现在跟他们一样了。阿霞听懂了，立即把桃子吐了出来，可是已经晚了，阿霞已经感染了蠕虫，义警这是要把她改造成同类啊，他们都属于被感染蠕虫的人。接着义警当着阿霞的面从自己身体里拔出一个蠕虫，当场挤扁了蠕虫，那些恶心的蠕虫汁液滴得到处都是，阿霞都看傻了。很快义警按下了门铃，罗斯就去开门。几分钟之后，艾琳惊讶地发现阿霞竟然回来，接着义警反扭住罗斯的胳膊走进来，阿霞表示自己也被感染了。哇塞，阿霞好像变成另外一个人似的，竟然死死拖住艾琳，而义警就把罗斯打倒，然后就把他丢进浴盆里。此时的罗斯已经处于昏迷状态，义警看见台子上的那些瓶瓶罐罐，竟然从中找出一个装满蠕虫的玻璃瓶，然后把里面的虫子倒进浴盆里，于是就发生了片头那一幕。随后艾琳拼命救出了罗斯，阿霞见状撒腿就跑。此时的罗斯感觉到自己已经被蠕虫入侵了，浑身乏力，艾琳就想办法让罗斯脱离危险，可是他能有什么好办法呢？罗斯渐渐恢复了一点体力，他觉得如果从义警身上提取蠕虫的活体样本的话，还是有可能想出杜绝蠕虫入侵的方法。于是艾琳就死死地压住义警的双腿，罗斯为了活命也是下起了狠手，用手术刀活生生地把义警的2只眼睛挖了出来。那个场面要有多残忍就有多残忍，可是最终也没有研究出啥来。随后两人收拾好行李，他们必须离开老巢。艾琳开着车，罗斯全身被罩住，避免被阳光照射到，可是他表示已经全身瘙痒，艾琳也是欲哭无泪了。不久他们躲进以前他们上课的学校，现在罗斯正在等待着变成跟城里的那些人一样，他们都是蠕虫的宿主。艾琳渐渐迷糊过去，等他醒来发现罗斯已经不在身边，他赶紧到楼下寻找，其实罗斯就在楼下的楼梯口站着，他在思考到底要不要变成那样的人。当他觉察到艾琳过来了，于是下定决心，他不想成为一具类似行尸走肉的人，于是推开房门跟艾琳做了最后的道别，还交代艾琳一定去找他的家人，那样才能生存下来，然后就冲进阳光。 4, 3, no! 俄迪乖乖，这种蠕虫入侵的速度也太快了，罗斯当场爆骨而亡。艾琳不敢再停留，于是开车去郊区寻找罗斯的家人。另一边，玛丽兑现了承诺，阿霞被他收留了，然而阿霞却发现自己又上当了，玛丽又让他感染上一种脑虫，目的是把他当成一种寄生虫的祭品，用于隔日晚上的祭祀大会上。这下阿霞还能怎么办？只能活一天算一天。不久，艾琳开车来到郊区，她在村里找到了罗斯的家人，男人是罗斯的哥哥杰克，16岁的女孩是罗斯的妹妹戴斯。他们搞清楚了状况后，最终还是收留了艾琳。到了晚上，阿霞作为祭品出现在祈祷会上，
脸上涂上一层厚厚的药膏，其实是没有任何药用价值的东西。阿霞从镜子里不但看见眼珠里有细细的小虫，而且发现在身体里出现拳头一般大的鼓包，说明阿霞身体里面有个蠕虫正在发育成为母虫，也就是那些蠕虫的王。这一点得到了玛丽的确认，她表示只有这样，他们献祭给蠕虫的祭品才算是大功告成。哇塞，阿霞也太惨了吧。接着玛丽表示等下他们会把阿霞身体里的母虫取出来，此时阿霞还能怎么样，只能任由他们宰割了。不久玛丽就往阿霞的身上贴满了那种电传感器，医生就把她的四肢绑起来，一切准备就绪后，医生开始动手。他先是接通了1档电源，阿霞毫无反应，玛丽就直接跳到了5档电源。阿霞口里不停地吐着鲜血和蠕虫，整个身体颤抖着。最后医生调到了电源6档，果真有一只胳膊粗细的母虫从阿霞的背部露出一个头，医生用钩子拽住虫子，他们要把这条母虫拉出来。可是母虫的尾部死死拽住阿霞的脊椎骨不放，一番操作之后，母虫终于被医生拉了出来，然后他把母虫带走研究去了。哇塞，阿霞太惨了，她不但是祭品，而且还是母虫的培养容器。另一边，戴斯到了16岁洗礼的年龄，按照基督教阿什米派别的规矩，在洗礼前戴斯可以选择出去一趟，然后再决定是否参加洗礼，而他就选择跟艾琳出去，为姐姐罗斯报仇，完事之后再回来洗礼。哥哥杰克只好同意了。与此同时，市长老卡接见了阿霞，他对阿霞的所作所为表示赞赏，就给了他一份义警工作。很快艾琳带着戴斯回到之前的那个城市，而阿霞和玛丽作为新的义警，在白天也是要巡逻的，不过他们配有防护服。很快他们得到艾琳的信息，因为有人发现艾琳返回城市，于是他们在另外一条路上等着艾琳的到来。不久果真看见艾琳开车来到，并停在不远处观望。玛丽于是急冲冲地下车走过去，让艾琳老老实实的下车，而艾琳就想知道对方是谁。玛丽也不掩饰了，说出自己的身份，她恨透了艾琳，双方厮打起。万万没想到，戴斯也不是善茬，他拿着镰刀冲下车，硬是把玛丽砍得半死。这时太阳光穿透了玛丽割裂的防护服，她身体内的蠕虫开始要爆果了。阿夏一看，赶紧开车跑路，而艾琳就提醒戴斯赶紧把身上血迹擦拭干净。戴斯则在一旁眼睁睁看见玛丽的眼睛依次爆裂。哎呀，这也太恐怖了！艾琳把玛丽放在后排，然后带着阿夏开车离开。这时玛丽还没有死，艾琳不想丢下她。半路上，艾琳特意停下来，对玛丽表示她为上次拍摄小帅尸体的事情表示道歉。随后玛丽闭上了眼睛，艾琳就把玛丽的遗体焚烧了，这是最佳的处理方式。万万没想到戴斯也把头发剪短，打扮成跟艾琳一个造型。戴斯发誓要找出阿霞报仇。另一边，阿霞和义警胖妹找老卡，阿霞表示自己不想做义警，老卡就让胖妹出去，他要单独跟阿霞聊一聊。随后老卡就想知道阿霞为什么不想做义警，万万没想到阿霞竟然对老卡下起死手，老卡的脑袋被阿霞很轻易的踩着稀了。胖妹听到动静跑近一看，这时已经晚了。阿霞就表示自己现在就是市长，胖妹表示沉默。接着阿霞通过电台告知所有的市民自己是新任的市长。艾琳和戴斯也收听到广播，两人拿好装备冲进了市长办公室，跟里面的人打在一处。艾琳直接对付阿霞，阿霞就这样死去。可是艾琳满脸都是血污，大概率已经感染了蠕虫。戴斯带着艾琳离开这个城市，到了第二天早上，太阳就要出来了。戴斯想让艾琳不要去见阳光自杀，就用一块布罩住了艾琳。影片到此结束。这部片子看得我最恶心的画面就是那些虫子从人体钻出来的样子。虽说是恐怖片，其实这部片子是有隐喻的。这部片子是把基督教阿什米派别的生活习俗比喻成人们被蠕虫感染的状态，这其实是一部反宗教的电影。好了，谢谢大家的捧场。